iPhone 16开始会有更多机型在印度生产，那甚至是高规的 Pro 系列也会在印度开始生产。那很多观众都在私讯我这个问题，到底需不需要担心这一点？那或者是呢，今年拿到印度产这个几率高不高？那我们就很快来做一支影片分享这则新闻，那最后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看法。这边先和新观众说明一下，这类型的爆料还有新闻影片都不是最终的消息和规格。很多新产品呢，在尝试试产的阶段，自然会有很多内部的消息流出来。这边希望可以整理起来，和有兴趣的人一起来讨论跟分享。那喜欢的人也欢迎继续看下去，然后一起加入我们的讨论。最终的规格还有上市日期，一切都还是以苹果官方的新闻稿为准。如果喜欢我们这类整理影片的话，也记得订阅我的频道，谢谢大家。OK， 那我们先来讲这则新闻。那据报道指出呢，今年的 iPhone 会在印度生产更多的机种。那在 iPhone 16的系列里面呢，他们这一次可能在16 Pro 跟 Pro Max 都会有在印度生产的版本，因为印度工厂它的产能呢正在逐渐的赶上中国，但是呢，在今年为止呢，其实都还没有任何的 Pro 系列是在印度生产，但是可能就在16这个系列会有改变。那据这个消息指出来呢，这个新闻来源他们是说他们确定在今年 iPhone 16的 Pro 系列会有在印度生产的机型。那他们说法是因为在印度的富士康的工厂已经开始为了 iPhone 16 Pro 系列进行到了 NPI 的流程。那同样在印度的这个工厂呢，他们也开始要生产 iPad， 但是他们同时也讲说依照这个时间点现在才进入到 NPI 来讲，会不会这么快在上市的那个时期第一批货就有 iPhone 16 Pro 系列在那个印度工厂生产还不确定，但他们认为会在今年内，不会等到明年才会有 iPhone 16 Pro 在当地生产。那他们意思说可能非常类似去年的15 Plus 可能一开始先没有印度生产的版本，然后慢慢去增加它的产量因为很多观众来私讯我这个新闻还有分享很多不一样的看法，那我们这边就很快来分享一下我们的看法。大家都会问我说会不会就在今年买到印度制造的 iPhone？ 其实在 iPhone 15呢，甚至在更早 iPhone 14市场上呢，就看到很多国外的网友分享说买到的 iPhone 版本是印度制造的，但是目前好像在台湾还没有什么看到。那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呢，鸿海在印度厂的产能呢，一年就将近600万只，但相对 iPhone 每年新机的产量来说，并不算很高，可能 10% 都不到。但依新闻的讲法呢，在2024年的时候，他们也期望把印度厂 iPhone 的产能提升到2000万只以上。那届时呢，大家也当然就更有机会买到印度制的 iPhone。那其实去年讲到这一点的时候，也有蛮多错误的新闻出来，像一开始很多人说，他们手上拿到的 iPhone 就有镜头入尘的问题。一开始大家都把矛头指向因为是印度代工的关系。但是经过调查之后啦，首先很多分享的机型都是 iPhone 的 Pro 机型，那去年根本也没有 Pro 的机型在印度厂生产，因为那个厂根本也没有相关的设备。那最后在看着序号做检查之后，那些手机也全都是中国制的，所以基本上那样的新闻说，认为好像印度厂产就一定会品质比较不好，也没有太高的可信性，所以大家也不用被那种新闻影响，先入为主的，好像觉得说拿到印度制造的就一定会怎么样。那另外呢，也有观众私讯我另一则新闻，据消息的讲法，苹果前工程师指出，在印度厂产出的 iPhone， 它的良率不到50%。那意思就是说，他们在产出之后，他们有一个品质检测的步骤，在那个步骤基本上会刷掉50% 产出来的 iPhone。但是这个新闻分享给我，那我们去查了之后，也看不到任何苹果有证实这个消息。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以结果来看待这个消息，是否有任何证据真的可以显示说印度厂产的 iPhone 会有任何问题？那不管怎么样，它也是鸿海的工厂所生产出来的，那他们生产过程有一定的 SOP， 那再加上现在它自动化生产的流程有一定的占比。再退最后一步啦，如果说他们的这个品质检测这么严格，有一半的机型都被刷掉的话，那最后大家拿在手上了，基本上你不太需要担心它的品质。那你还是担心的话，那其实过去一年我们就讲说，去年有600万只的这个 iPhone 15流通在市面上，有很多国外的观众分享他们拿到的是印度制。那这一年过去之后，有没有听到说这一类的机型有什么问题？所以呢，我不知道大家多想了。那有人会问说，为什么会开始在印度生产？其实印度本身的内需市场就非常大，对苹果还有鸿海而言，在印度生产也有一定的优势，对内的市场可以得到更好的税金还有优惠。那同时呢，对印度政府也可以显示，他们投入大量的资金投资印度。对于一个那么大的内需市场，谁都想要抢下来，对不对？那他们展示出来就是帮印度制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帮助印度的经济发展。那同时扩大他们的内需，借由这个机会呢，看是不是能让自己的产品在印度提高他们的市占率。另外呢，也有分散风险的意味啦。不管是说产品本身要不要过度依赖单一个市场的表现，或者是在制造上面的风险依照现在的国际情势，再加上一些政治的不确定性，很多制造业他们其实本身也会选择分散风险，并不是只有苹果，就是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那他们不会再像先前一样把所有生产的重心都放在同一个国家上。那同时加上中国它的人工成本也相对增高，毕竟经济的改善本来就会有这样的现象，生活消费变高，那整体就会一起带动。对制造业而言，他们最现实就是一直会努力寻找人工生产成本更便宜的地方，那目的也是维持他们自己的竞争力。那所以这一点呢，也不止在印度，在东南亚也看到非常多制造商去那边转移阵地嘛。那政治的因素
素也不肯避免美国与中国对抗的不确定性。那美国自然会希望自家的厂商去分散风险，降低他们对中国的依赖性。那如果今天他们全部所需要的装置、卖的商品都在同一个地方生产，全都是中国制造，那也是增加过度依赖的风险。那美国本身作为最大的消费经济国，再加上这些品牌也是他们自己，他们自然就有话语权去要求他们转移他们的制造地点。那你看看现在的晶片的问题，你就知道台湾可能相对这个位置对他们而言，觉得你有一点风险，那他们就会要求说，台湾的晶片厂商你要在美国啊、在日本、在德国也去设厂，那目的就是转移风险嘛。那其实对我们消费者而言，我倒觉得不用担心太多，因为这种转移会是逐步的。你看去年600万台，然后逐步提升到1年2000万台，这个是他们的预期啦。那同时你要去想啦，品质上面的把关，其实厂商会比我们自己更加注意。那因为苹果的条件不会因为它生产的地点不一样而有差异，它的售价也不会因为在印度、在中国生产给到终端消费者有任何的不一样。那如果今天的良率太低，真的是因为他们转移制造点所造成的，到头来成本还算在他们自己头上嘛？你说要出保、要维修，都是苹果需要负担。那以苹果自家的保固来讲，是算是蛮宽松的，对消费者蛮友善，所以真的有问题，其实你也不太需要去担心。那新闻的说法呢是 Pro 系列会在今年开始慢慢有一些在印度制造，然后逐渐提高他们的比例。这部分我觉得还没有完全的确定。那我觉得行程上要赶上第一批货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它的数量也是非常低，慢慢的增加。同时你要去想，印度也有自己的内需市场，那也很有可能性他们自身就已经先消耗掉一大半。那其实从 iPhone 14开始就印度制造，到现在也快3年了。在更早的 iPhone SE 系列呢，从2017年就有印度制造。那虽然当时的那个出发点不太一样，是为了内需的市场，但不管怎么样，也有7年过去了吧？那真的有很大的问题的话，要么就是他们早就解决，要么我们会听到更多关于印度产的 iPhone 的瑕疵性问题。就时间过了那么久，大家可以担心的地方该少一点。但是如果你还是觉得有疑虑的话，我们今年一样会买新的 iPhone 16系列来开箱，那至少买个3台4台。到时候我们也会分享其中的这个制造力啊，去查里面的序号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也会请我们频道的观众一起来分享他们所买到的机型。到时候我们就有更多的这个采样可以让大家来做分析嘛。那我们自己的话，我们会来，如果真的有拿到印度制的，那我们就会跟我们所拿到中国制的来做一些比较啊，一些实际的测试，到底它组装品质上有没有差异？那实际使用上面，它的机身的表现啊、温度啊，还有这些续航力到底有没有什么差距？那到时候我们一测的话就会非常清楚。所以大家有担心这一点的话，就可以来持续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到时候会来做一些比较细节的测试，那甚至跟观众一起来分析给大家看。OK， 那大家有什么想法的话，也可以欢迎在下面留言，或者说可能有人住在国外啊，你们有买到过印度制造的机型，有什么一些体验心得的话，也欢迎在下面分享。OK，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我是陆迪，我们下次见，拜。